已经超过我去土耳其10天8夜了。你确定吗？数一下。还有很多东西吃啊。经过了2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从南巡古镇来到杭州西湖了。我们准备要去雷峰塔，但是已经开始下雨了。看后面这个阴天，现在3点多，终于开始变凉了。等一下应该会太凉又太湿啊！看看我们的小吴身上的衣服还没干呢。我们要去雷峰塔看一下白娘子在的地方。后来我们的法海大师在这边。法海大师，你这个造型不对！我的天哪，很多人。停车场那边都没人，走出来，入口处超级多人的。我们要先来买一下门票。谁说不要买票？谁？为什么？来，我们去偷听一下，为什么不要买票？这边现场的门票是，一进来就要爬楼梯啊！雷峰塔，上往雷峰塔的手扶梯了。进去了。看这里，雷峰塔遗迹，那条白蛇就是被法海埋在这个地方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在他的坟墓啊，在他以前的建筑物下面，上面都是新建的。青蛇是他的妹妹，那个时候他们一起泡那个男的嘛，叫徐的小徐仙嘛，啊，徐仙救过他一命，他就爱上了徐仙啊。那个法海就出来说：“你娘的一条蛇怎么可以跟人类有那个关系？人蛇殊途啊！”就硬要拆开他们。拆开之后呢，白蛇又已经有了那个徐仙的小孩，有了他的儿子，哇，那法海就很堵然啊，就把他埋在那个塔下，关了他几十年。所以他们有了一个小孩，小孩后面考试得了状元，当大官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这个白蛇也是很幸福，他被关了18年，突然出来，他的儿子是第1名，也不用养孩子，也不用教育小孩子，这已经是一个状元了。其实这是一个蛮美好的故事，一点都不可悲。不知道是哪一个民间传说的版本，或者是他自己掰的版本啊？刚刚那个是野史啦，正史是北宋的一个国王建下来祈福的一个塔，这个我比较相信一点。它的祈福意思可能也有一点镇煞镇妖的意思啊，所以被传成这样。最早那个许仙还是台湾那个演员仇笑痴演的，是吗？是啊，最早那部电视剧是啊。青蛇比较漂亮，是看当时是找哪一个演员演的？当时是张曼玉演的。是啊，不知道这个年代看这个影片的人认识的有几个？哎呀，我们又上了1层楼，来到这里。刚刚爬的还是用搭电梯的呢？安达一定是选电梯的。安达，你以前的历史怎么样？我很好，这是第1、第2名的。哇，不过我也比较有兴趣，野史是比较有趣的，我觉得历史不好看。今年取经换法海上去的话，可能结束的更快。他是一个会杀那些妖魔鬼怪的那种高僧。后面好像他们野史是说他已经升级为罗汉，人跟动物谁说不行的？现在这个时代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法海比较慈祥一点，没买到衣服，不然在这里穿应该蛮好看的。原本的计划是在这边租一套法海装给他穿，摆在这个雷峰塔门口，就会一堆人过来跟他合照，我们就可以收钱了。我们搭电梯上来，看到西湖了，漂亮漂亮。这就是杭州西湖啊，那边就是杭州市区啦。哦。看到了吗？惧高症的家伙，都站很远了，这么快的位置。安达，我们要上去吧？我不去啦，一样高的，不是上面有什么不同？没听过那句话吗？来都来了。这一层就有那个许仙跟白素贞蛇妖的那个故事，他按照顺序1、2、3次画在墙壁上给大家看。这一整圈有的故事有到这么后面，我怎么都不知道。好像只有几个桥段是我们电影、电视剧常看到的，有些好像还没有看过。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边的图片啊，学习一下这个民间传说。哇，雷峰塔的顶端呢，这是最上面了吧？怎么样？就说要上来了吧？这一层感觉很有钱的感觉，是放很多佛家的那种雕像。有这么可怕吗？有惧高症。顶楼这一层外面的景观看起来是差不多的啊。逛完雷峰塔了，下一站苏堤。吃点东西啊。好了，酸奶麻花了，吃一个。来，老板1根。
这个麻花，咸甜，酸奶味没有很浓，但还不错。可能是我现在已经饿了。15块一条，我们谢。没错，它整个是很酥软的，不是硬的那，是软脆，可以买。我们现在要前往苏吉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走到苏堤旁边，然后这边就有一些小吃店。现在有点小饿，现在吃一下这个拇指煎包，点一个综合的来。你好，哇，来快点试试看，拇指煎包，一股太好吃了。再给我3秒。你确定吗？很脆又很香的饺子。因为我们同学。给我一个土豆啊，这一颗超大。吃那个吗？是不是？我想要哦，那个土豆是酸的，酸辣的口感，然后真的很软，蛮好吃的。因为它煮的蛮烂的，没有看起来那么的硬，蛮开胃的。但4、5个人点一个综合的，好像蛮划算。这样多少钱？真小的38元，160台币了。好了，这是景区里面啦，椰子汁，它饮料吸管在这里，我刚刚还真没看到。但是我们没有做，因为5点了，关门了。大家来的话，记得5点前来啊。西湖这一区也有车辆管制到5点之后就关门了。这条应该很长啊。我们现在就是在西湖边啊，有柳树，哇！后面有个刚。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苏堤旁边散步、走路，这一整条湖都可以让你拍。你只要找到有柳树的地方，拍起来就特别的唯美。后面远方就有雷峰塔，我们刚刚就是从那边逛完走过来的。因为我们刚刚走这么久，才走这么一小段。是啊，这边还有大概10转，大概在数字那边吧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放弃了，我们去这边上车。这边啊，这边。所以我这一生第一次来的西湖之旅要到此结束了。雷锋还没倒立到哎，完蛋了啊！不倒立了，这里很漂亮，我给这边9.5分。凭什么呢？不行，扣一分变8.5，因为有点太热了。你看6月底，哇，挤热一下，食物也更合我胃口一些。我已经是土耳其那一团里面最不挑食了，我还是觉得中国这种小吃我比较喜欢一点。料好喝，东西好吃，是吧？比较多选择啦，中式的口味。这是其中一个地方，我们还要往西部走更多，北部也很多。才刚来2天，我已经非常满意了，已经超过我去土耳其10天8夜了。尤其是那个热气球，讲到我就生气。现在到武林夜市了，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啊！武林夜市，1个人的武林，这里还有影城呢。现在下雨啊，好多烤串啊。豆浆中的爱马仕。哦，谢谢。龙井茉莉冰豆浆，茉莉花茶味很浓，它茶味比豆浆浓，就豆浆味没有像少的地方，微糖而已，没有很15块钱，有点贵哦，70块台币，不愧是爱马仕。现在进到这个室内美食城，躲雨啊，这个好丰富啊，这里灯都用得很亮。羊肉串，法海的法器啊，法海，香，好对不对？施主可以这样吃。好，法海，很脆，外面脆的，里面的肉刚刚好，嫩嫩的，味道有吃进去里面，非常的入味。这个多少？35块。这个孜然粉撒了非常多，这个酱咸度调的刚刚好。这边选择太多了，有点选择障碍，不知道吃什么。我们决定每个人都去点一些小东西回来，大家一起分享。自己选好水果，然后上面加酸奶，来吃吃看。他说选几个料都可以。来，先吃我的优格看看。就是好吃的优格。
小姐姐推荐的这个山楂还是什么渣？哇靠！你们是怎样？脆脆的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果干，但还不错，尾韵蛮好吃的，但酸奶很刚好，不会太甜，也不会太酸，今天可以。肉滑跟虾，没有康熙的肉羹汤，那就是肉汤，吃起来很像台湾的那种肉羹店会有的东西。串串回来了，小吴夫妇，哇，2桶串串，鸡脚啊，然后我们拿，串串，鸡爪。中国这边的串串真的是调味料都加很多，所以比较香，然后又很辣。一串1块，全部吗？全部。哦，4点多块。鸭屎香柠檬塔跟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是这个的。啊，那是什么啊？很好喝。这个茶的名字叫鸭屎，熟悉的味道。真的有一个似曾相识的味道，里面是加青柠檬皮的味道。对，是柠檬皮。中国广东潮州凤凰乡的一种乌龙茶。为什么它叫鸭屎香呢？因为是茶农为了保护这种独特香气的茶树，故意取了这种名字，以防止他人偷窃。叫做清凉补，台湾没有吧？海南的特色。这个西瓜、香瓜，还有什么两花、干果、红豆、绿豆、八宝，对，还有花生啊，还有这是什么红枣，然后这是冰沙。哦，椰奶冰沙。不甜，不甜，哎，那很棒。对，还有西米露，还有果冻，料好多，这是大豆。没有太多的选择，几乎中国所有的地方美食在这边都可以吃到，就是熟食、甜食、甜点，什么都有。如果说这边的缺点大概就是虽然有开冷气，但还是会有点热，所以我们的扇子哥拿出他的武器是合理的，没等就再去逛一逛，然后回去开箱我们的民宿了。抵达我们的这一趟旅程第2间民宿了，好像完全没有其他游客要来开箱了，非常的中国风啊！我的天哪，好可爱哦！我的天哪，卫浴是这样，小小一个啊，赚到了，是最大件的哦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一个人睡2张床啊啊！哇，这个上面好，看一下它卫浴如何，灯在哪里？哎呦，哎呀，浴室小小一个，哇，一个人独享这一间啊，会不会太大了？窗外是啥景？哇，哎，这窗外还可以泡茶哎，但是现在天黑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第3间，那有一个奇怪的盘子还是花，还有蜘蛛丝哎，哎有蜘蛛啊，像我的是最好的。这里可以直接看到我的房间这一间哦，我要小心了，我要小心，会被他们偷看。第4间，哇，这个很酷哎。外面还是不录了，叫算了。总共订了4间房，这样平均算下来，1间房间是2450元台币。我抽到了那间最大的房间，好像有点空虚寂寞哎。这间民宿距离灵隐寺走路不到10分钟，明天早上可以走去拜拜。那一间据说有名的是它的佛像。哎，你家小圈跑来了啊？不是，小圈不是长这样。这只好胖哦，看来营养伙食很好。